男女同事在街边餐馆吃午饭，女同事上了个厕所，回来刚坐下，就觉得臀部一阵剧烈的瘙痒，是难以忍受的瘙痒。她赶忙站起身来，使劲地抓挠，可是根本就止不住痒，臀部的皮肤仍然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爬一样，奇痒难耐。有心把手伸进裙子里边挠，可是现在餐馆里全是顾客，他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时候，坐在崔小柔对面的男同事吴良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怎么了，小崔？你被烫着了吗？什么烫不烫的？我这里皮肤痒得厉害，你快帮帮我啊！崔小柔被这奇痒闹得浑身难受，寻求男同事吴良的帮助。吴良这才反应过来，哎呀，八成是崔小柔刚才上厕所，厕所太不卫生了吧。吴良的妻子米花是一名护士，她听米花说过，止痒最好的方式不是挠抓，是拍打。拍打的痛感可以掩盖皮肤的瘙痒，同时还不至于造成皮肤破损。现在情况紧急，吴良也没有多想，他抬起胳膊，使劲抡圆了巴掌，就照着女同事崔小柔打了起来。您别说，这一招还真管用，崔小柔好受多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乖乖的让吴良拍打，完全忘了这是在公司楼下路边的餐馆。周围的食客纷纷注目观看这个情景。正在这时候，单位的另一位男同事于武赛也因为不想吃食堂的饭菜，出来改口味来了。正好看到吴良在大庭广众之下打崔小柔的屁股，而崔小柔呢，不但不反抗，还挺享受的样子，完全没有在乎周围人的目光。于武赛迅速掏出手机，把这个情景拍摄了下来。平时这个于武赛呀，心里很嫉妒吴良晋升比他快，因此他怀着一种使坏的心理，把这段视频发布到了网上。视频很快上了热门，尤其是本地人几乎都刷到这个视频了。吴良的妻子看到视频之后，闹到他们单位，跟吴良吵了一架，同时把丈夫的女同事崔小柔给辱骂了一顿。单位的同事们呢，也都在背后对吴良和崔小柔是指指点点，小声议论。崔小柔心里压力很大，另外这皮肤出了毛病，也需要治疗，她就请了病假回家养病。感情这位崔小柔啊，是一位军嫂，丈夫郑大好是一位优秀的特种部队的军官。公婆也知道这些个事情了，安慰儿媳妇：孩子，你别有压力，别想太多，咱生病了就赶快治病是第一位的。婆婆陪着崔小柔到医院看病取药，回家炖汤给儿媳妇吃。崔小柔心里好受多了，觉得很感谢公婆。可是到了晚上，崔小柔起夜的时候，听到婆婆在跟儿子通电话，隐约听出来了，婆婆对儿媳妇崔小柔到底是不是在单位里边与男同事有什么不好的关系，是半信半疑的态度，希望儿子能够抽出时间尽快回家来看看。崔小柔知道丈夫郑大好正在执行重要任务，最近肯定回不来呀。果然郑大好在电话里安慰了母亲几句之后，说自己一时还回不来，就挂断了电话。回屋之后，崔小柔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她觉得外人误会还可以接受，如果公婆也怀疑自己，将来对丈夫一番说辞，告自己一状，那自己岂不是也会被丈夫误会？哎呀，崔小柔越想心路越窄，没等天亮，她就爬起来打开台灯，写好了一份留给丈夫的遗书之后，便悄悄出门，
爬上了天台，打算跳楼自杀，以证清白。这时候天刚蒙蒙亮，崔小柔低头望了望马路上那些火柴盒大小的汽车，把眼一闭，脚下一用力，纵身就要跳下去。突然就感觉到两只胳膊分别被两只手给抓住了，然后用力把崔小柔给拖回了天台中间。小柔，孩子，你怎么这么傻？无论如何也不能走绝路啊！爸妈都相信你不会做对不起大好的事情。感情是公公和婆婆早已发现了崔小柔情绪不对劲儿，一直盯着她呢。回家之后，婆婆做好了崔小柔最爱吃的早餐，然后打电话给亲家母，把崔小柔的妈妈喊来了，住在家里。一是陪陪女儿崔小柔，主要也是轮流看着她，免得崔小柔再寻短见。公爹又给儿子打了电话，让郑大好完成部队的任务之后，赶快回家来一趟。崔小柔的皮肤瘙痒，好一好坏一坏，始终没有痊愈。过了些天，崔小柔心烦意乱，坐在床头刷手机视频，忽然有一个人出现在屏幕上。谁呀？男同事吴良的老婆米花。这米花发布视频，说是她不但要跟丈夫离婚，还要持续曝光吴良和崔小柔，让全世界都看看这一对狗男女。哎呀，什么难听他说什么，同时还把吴良拍打崔小柔的视频也给用上了。崔小柔心想，要是大好回来了，恐怕也得怀疑我。于是他再一次萌生了轻生的念头。母亲和公婆看得紧，崔小柔出家门都会有人跟着，他就干脆从卧室窗户爬了出去，要直接跳楼。幸好婆婆眼疾手快，伸手拉住了崔小柔。情况太紧急了，现在崔小柔已经悬在了半空，全靠婆婆的双手抓着她的胳膊。窗口不够大，公爹和崔小柔的妈妈也帮不上忙，只能是赶快拨打了报警电话。公安和消防很快都赶到了，可此时崔小柔的手腕被婆婆抓着，两只手已经发紫，婆婆的胳膊也是青筋暴跳，眼瞅着坚持不住了。消防员刚刚打开邻居家窗户，大概已经来不及爬过来救人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万分紧急的时刻，家里屋门一开，闯进来一个人，三两步就跑到了窗户边上，一拳击碎了窗玻璃，然后整个人钻出窗外，双脚搭在窗框上，来了个倒挂金钩。这可是在25层楼上，此人好有胆量，身手不凡呐。这位是谁呀？正是亲生女崔小柔的丈夫，特种部队的年轻军官郑大好。郑大好怎么来的这么正好啊？原来自从接到家里的电话之后，郑大好早就归心似箭了。但是身为军人，他有重任在身，岂能因私废公？所以就一直坚持着。实战演习一结束，他立马就请了假，迅速赶回家中。进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郑大好打碎窗户玻璃，脚勾住窗框，倒挂金钩，双手就抓住了妻子崔小柔的肩膀，轻轻一提，轻拿轻放，把崔小柔放回了屋内。婆婆是已经累得瘫倒在地了，公公和亲妈将崔小柔扶到床上休息。郑大好回屋劝说安慰妻子，公安和消防队的同志们也就都撤了。郑大好了解了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之后，表示完全信任妻子崔小柔。小柔，那些随意散布谣言的人，应该用法律来惩戒他们。报警之后，男同事吴良的妻子米花以及另一位男同事于武赛都受到了刑事处罚。一说名字才知道，原来米花是郑大好的初恋女朋友，当初因为嫌弃郑大好没出息，跟他吹了，
所以郑大好才报名参军，后来考上了军校。崔小柔的特殊皮炎总也治不好，郑大好就把妻子带去了部队，在部队的医院里治好了崔小柔的皮炎。